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位广州大龄女生去台湾相亲的全过程。这位姑娘啊，本来是抱着美好期待，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了闺蜜的工具人。这事儿说来可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吧。故事的主角小文今年32岁，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做高管，年薪40多万，家里在广州市区还有2套房产，按理说条件不错，但就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。这不，眼看着周围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，甚至有的已经开始读小学了，小文的父母急得不行，整天催婚，搞得她压力山大。女人啊，过了30岁就跟过了保质期似的，特别是在广州这种大城市，优质男生看都不看你一眼。小文常常这样感叹，虽然她不认同这种说法，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。小文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小琪，2年前嫁到了台湾。小琪嫁的老公家境不错，在台北有自己的事业，生活过得舒坦。每次视频，小琪都说台湾男生特别顾家，也很尊重女性，比起大陆的直男癌要好多了。哎呀，文文，你要不要来台湾看看？我老公有几个不错的朋友，说不定有你喜欢的类型呢。在一次视频聊天中，小琪突然提议，小文心想，反正公司最近也不太忙，请个假去台湾玩几天也好，就当是旅游了，顺便相亲，说不定真能碰到合适的呢。就这样，小文决定去台湾试试运气。为了这次相亲之旅，小文可是做足了功课，她特意买了几套新衣服，做了个精致的美甲，还去美容院做了全套护理。临走前，他妈还特意塞了几万块钱给他，说是见面礼，要是看上哪个台湾男生，可以给对方留个好印象。妈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贵重礼物的道理？小文哭笑不得，你不懂，人家台湾可是发达地区，咱们大陆人过去总得拿出点诚意来。妈妈坚持己见。其实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认知还停留在早期阶段，认为台湾比大陆富裕得多，但实际上近20年来，大陆的经济发展迅猛，特别是像广州、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，各方面条件已经不比台北差了。只是这种刻板印象在很多父母辈心中还根深蒂固，带着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憧憬，小文踏上了飞往台北的航班。一下飞机，小琪和她老公张志明就在接机口等着了。文文，小琪老远就挥手，热情地扑过来，抱住小文，想死你了，真是的，这才分开2年，矫情什么？小文笑着回报闺蜜，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。小琪的老公张志明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一开口就是浓浓的台湾腔。小文你好，久仰大名，小琪常常提起你。小文礼貌的点点头，谢谢接机，打扰你们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客气话，咱们是什么关系？小琪挽着小文的手，走，先带你去我们家安顿下来，晚上我们已经约了人，给你接风洗尘。小琪家住在台北信义区的一栋高级公寓里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装修很精致，能看到台北101的夜景。小文惊叹于窗外的景色，不禁感叹，真羡慕你啊，每天都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。那是，所以你也赶紧找个台湾老公，也过来住呗。小琪打趣道。晚上的接风宴上，小琪邀请了她老公的几个朋友，其中一位叫陈俊杰的，是张志明的大学同学，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经理，年薪100万台币，35岁，长相端正，说话也彬彬有礼。席间，小琪不停地给小文使眼色，还时不时地帮她夹菜。文文，尝尝这个，这是阿杰最爱吃的卤肉饭，可好吃了。陈俊杰似乎也对小文有些兴趣，频频向她敬酒，询问她在大陆的工作和生活。听说大陆现在发展得很快啊，特别是广州那边经济很繁荣。陈俊杰礼貌地问道。是啊，近几年变化很大。小文点点头，不过台湾的生活品质确实很高，感觉节奏没有那么快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温和一些。那你有没有考虑以后要在哪里定居呢？陈俊杰接着问。这个问题让小文有些措手不及，他刚想回答，小琪就插嘴道，当然是哪里有对象去哪里啦。文文可是很有事业心的人，但也很顾家的。
小文尴尬地笑了笑，心想这闺蜜也太着急了吧，第一次见面就暗示这么明显，也不怕把人吓跑。饭局结束后，陈俊杰主动加了小文的社交软件，表示有空可以带她在台北转转。小文虽然觉得陈俊杰人不错，但第一次见面还看不出太多，就礼貌地应下了。回到小琪家，小琪立刻迫不及待地问：怎么样？对阿杰印象如何？我觉得他挺适合你的。还行吧，感觉人挺正常的，但也就见了一面，说不上什么感觉。小文如实回答。那当然要多接触才有感觉啊。小琪拍拍小文的肩膀，放心，姐妹，我给你把关，绝对不会让你嫁错人。明天我再给你安排一个，多见几个，总能找到合适的。小文苦笑，我这次主要是来旅游的，相亲只是顺便，得了吧你，谁不知道谁啊？小琪白了他一眼，你妈都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一定要给你物色个好归宿。听到这话，小文哭笑不得。看来这次台湾之行，重点已经从旅游变成了相亲大作战了。第二天，小琪安排小文和另一位男士吃午饭，这位叫李明哲，是小琪老公的表哥，40岁出头，离过一次婚，有个10岁的儿子，在台北开了一家小型建材公司。一见面，小文就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李明哲看起来至少有45岁，发际线已经后移了不少，肚子也很明显。更让他不舒服的是，李明哲的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往他身上瞟，还时不时地问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。你在大陆工作压力大不大啊？有没有想过换个轻松点的环境？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家务？会做饭吗？你对有孩子的男人有什么看法？能接受照顾别人的孩子吗？这些问题让小文感到很不自在，她含糊地回应着，心里却直打鼓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小琪怎么给我介绍这样的人？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席间小琪竟然一直在夸赞李明哲，明哲哥公司经营的可好了，去年净利润都有几百万台币呢，而且人特别顾家，每天都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周末还带孩子去郊游。小文听出了言下之意，这是在暗示李明哲是个有实力又顾家的好男人，但他实在提不起兴趣，全程都在敷衍应付。饭后，小琪非要拉着小文和李明哲一起去逛诚品书店，美其名曰增进了解。在书店里，李明哲趁小琪去厕所的功夫，突然凑近小文说，其实我对你挺有好感的，要不要今晚单独吃个饭？小文被吓了一跳，赶紧找借口拒绝，不好意思，我今晚已经和小琪约好了要去夜市那，改天吧。反正你在台北待1周，时间多的是。李明哲似乎很自信，还顺手拿了一本婚姻心理学的书，要不要看看？对以后的婚姻生活有帮助。这暗示也太明显了吧！小文内心直呼救命，幸好小琪这时候回来了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回去的路上，小文忍不住质问小琪，你怎么给我安排这样的相亲对象？他都40多岁了，还离过婚，带着孩子，你觉得我会喜欢？小琪却一脸认真地说，文文，你也不小了，挑不了太多了。李明哲虽然条件不是顶尖的，但胜在踏实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最重要的是人家愿意要大陆来的媳妇啊。什么叫39？愿意要大陆来的媳妇39？小文感到一丝不快，我条件差吗？我在广州年薪40多万，家里有2套房，凭什么要委屈自己嫁给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我的人？小琪似乎被小文的反应吓到了，赶紧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两岸的差异还是挺大的，很多台湾条件好的男生可能会更倾向于找本地女生，那你嫁到台湾来，你老公不也是台湾人吗？小文反问，这不一样啊。小琪支支吾吾，证明他思想比较开放，而且当时他在大陆工作，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。这一番对话让小文意识到，或许小琪对他这次来台湾相亲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想法有很大差距。他想找的是门当户对的伴侣，而小琪却好像认为他应该降低标准，只要能嫁到台湾就是赚到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琪又陆续给小文安排了几场相亲，有的是张志明的同事，有的是小琪在台湾认识的朋友。不过每一个人似乎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要么年龄偏大，要么工作不稳定，要么性格古怪，要么就是家庭背景复杂。而且小文逐渐发现，这些人对他的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来自大陆。
而非他本人的条件和魅力。有一位甚至直接问他，你会做东北菜吗？我特别喜欢吃锅包肉。我是广州人，不会做东北菜。小文无奈地解释。哦，那广东菜也行，听说很精致的。对方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失礼。这些相亲经历让小文感到既失望又困惑。在台湾的第5天晚上，他和小琪坐在阳台上喝茶聊天，忍不住倾诉自己的不满。琪，说实话，这几天的相亲对象，我真的一个都看不上。不是我挑剔，而是感觉他们看我的眼光怪怪的，好像我是什么特殊商品一样。小琪抿了一口茶，犹豫了一下说，文文，其实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小文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几个相亲对象其实都是冲着你是大陆女生来的。小琪低着头，他们对大陆女生有一些特殊的期待。什么特殊期待？小文皱眉，就是觉得大陆女生比较传统，会更愿意相夫教子，照顾家庭，还有就是小琪吞吞吐吐。还有什么？直说吧。小文已经有些生气了。还有就是觉得大陆女生经济上要求不高，容易满足小琪，小声说道，而且他们觉得娶个大陆女生还能顺便在大陆发展事业，借助你的人脉和资源。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小文头上。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些男人看他的眼神那么奇怪，为什么总是问他在广州的工作和人脉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而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。所以我在你和这些人眼里，就是个容易打发又能带来利益的大陆女人。小文气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不是的，小琪急忙解释，我只是想帮你找个好归宿。我知道你在广州压力大，家里又催得紧，所以你就觉得我应该降低标准，随便找个台湾男人嫁了。小文打断他，琪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来台湾是想找个真心相爱的人，不是来被人当工具的。小琪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半晌才低声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只是想着两全其美，两全其美。小文冷笑，你是想两边都捞好处吧？我猜这些人是不是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帮忙介绍大陆女生？小琪脸色一变，欲言又止，这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，真是看错你了。小文站起身，明天我就搬去酒店住，后面几天我自己在台北转转，不用你操心了。文文，你别这样。小琪拉住他的手，我真的是为你好，为我好。小文甩开他的手，如果你真为我好，就应该尊重我的选择，而不是把我当成你赚钱的工具。这晚，小文辗转难眠，他开始反思这次台湾之行，以及背后反映出的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。在大陆，特别是像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，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很强，对伴侣的选择也越来越注重个人魅力和三观契合，而不仅仅是物质条件。但在这次相亲中，他却感受到一种被物化的感觉，仿佛他只是一个带着大陆标签的商品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文就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小琪一直在道歉，希望他能留下来，但小文已经下定决心。文文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乱给你介绍人了。小琪拉着他的行李箱不放。琪，不是我不原谅你，小文叹了口气，而是我需要一些空间重新思考。这几天的经历让我明白，我们对婚姻和爱情的理解可能真的不一样。就在这时，小琪的手机响了，是陈俊杰打来的。小琪接起电话，说了几句后，捂住话筒对小文说，是阿杰，他问你今天有没有空，想请你吃饭。小文摇摇头，谢谢，但我今天有其他安排。小琪还想劝说，但看到小文坚决的表情，只好对电话那头说，对不起啊，阿杰，小文今天有事。好的，我会转告他的。挂了电话，小琪有些尴尬地说，阿杰说他对你印象很好，希望能有机会再见面。他和其他人不一样，真的是诚心想认识你，也许吧，但现在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小文拿起行李，这几天谢谢你的招待，我先走了。离开小琪家后，小文入住了台北市中心的一家酒店。他决定利用剩下的几天时间，好好体验台湾的风土人情，放松一下心情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当天下午他在诚品书店闲逛时，又碰到了陈俊杰。小文，陈俊杰显得很惊讶，真巧，你也在这里啊？小文礼貌地点点头，来看看书。
我听小琪说你搬出来住了。陈俊杰有些迟疑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小文本不想多说，但看着陈俊杰关切的眼神，他还是简单解释了一下，没什么，就是想一个人清静几天。我能理解。陈俊杰点点头，有时候亲密的朋友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，特别是在感情问题上。这句话正中小文心事，他忍不住多看了陈俊杰一眼。你也有这种经历？当然了，陈俊杰笑了笑，我前女友就是经朋友介绍的，结果发现三观完全不合，最后闹得很不愉快，所以现在我对相亲这种事也持保留态度。两人聊着聊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餐时间。陈俊杰提议一起吃饭，小文本想拒绝，但转念一想，反正也是要吃饭的，就答应了。在一家安静的台式餐厅里，小文慢慢放下了戒备。陈俊杰和前几天见面时不太一样，没有那么拘谨，聊天也更加自然。他分享了自己在台湾的生活和工作，以及对两岸文化差异的一些观察。其实很多台湾人对大陆还存在不少误解。陈俊杰坦言，他们可能不了解现在大陆一线城市的发展水平。我去年因为工作去了趟深圳，真的被震撼到了，高科技发展的太快了。是啊，小文点点头，很多人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认知，就像我妈硬塞给我一堆钱，说是要给台湾对象39，见面礼39，好像我们大陆人还是很穷似的。陈俊杰被逗笑了，这种误解确实很普遍。其实现在不少台湾年轻人都去大陆发展，就因为那边机会更多，薪资也更具竞争力。聊天间，小文发现陈俊杰不仅见多识广，而且思想开放，完全没有其他相亲对象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。那你为什么还单身呢？小文忍不住问道。像你这样条件的男生，在台北应该很抢手吧？陈俊杰笑了笑，可能是我太挑剔了吧。我觉得婚姻不是随便的事，宁缺毋滥。这句话正合小文心意。他也一直认为，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外人再怎么撮合，如果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，也是没用的。晚饭后，陈俊杰主动提出送小文回酒店。在车上，他忽然说，其实我知道小琪安排这些相亲的真实目的。小文一愣，什么意思？她和她老公在做一个两岸联姻的中介服务。陈俊杰解释道，收取双方的介绍费，最近生意不太好做，所以很珍惜你这样条件好的资源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小文完全震惊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做婚介生意，用我当商品？对不起，我以为你知道。陈俊杰有些尴尬，其实我和小琪他们也不熟，是通过一个朋友知道他们在做这个，就去见见，没想到遇到了你。小文陷入了沉默，原来这就是真相。小琪不是单纯的帮闺蜜找对象，而是把她当成了一个优质商品在推销。难怪那些男人看她的眼神那么奇怪，原来他们都是付了钱来相亲的客户。我真的很抱歉。陈俊杰似乎感受到了小文的情绪变化。如果我早知道你不知情，一定会提醒你的。不应该谢谢你告诉我真相。小文苦笑，至少现在我知道自己在这场游戏中扮演什么角色了。回到酒店，小文立刻给小琪发了条信息，我已经知道一切了，不用再联系我了，然后直接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文一个人游览了台北的各个景点，故宫博物院、士林夜市、阳明山，他试图用旅行来治愈自己受伤的心灵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陈俊杰时不时会发信息关心他，问他玩得开心吗？需要什么帮助？渐渐的，小文放下了戒备，两人开始有了更多的交流。在台北的最后一晚，陈俊杰邀请小文去了一家位于阳明山上的餐厅，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夜景。这几天想通了吗？陈俊杰给小文倒了杯茶。小文点点头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小琪可能也不全是坏心思，他或许真的觉得这是在帮我，只是方式不对。能这样想就好。陈俊杰笑了，不要让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影响你对台湾的印象。这里真的有很多好人，也有很多值得了解的文化。我知道。小文看着窗外的夜景，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坏人，关键是遇到谁。那么，陈俊杰犹豫了一下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是说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系，慢慢了解。小文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你认真的？我们才认识几天，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陈俊杰真诚地说，
我知道两岸的距离和文化差异是个问题，但如果有感觉，这些都不是障碍。小文沉思片刻，说：我可以给你我的联系方式，但我不能保证什么。我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更多的了解。当然，陈俊杰点点头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回到广州后，小文和陈俊杰保持着联系，他们通过视频聊天，分享各自的日常生活。陈俊杰甚至计划五一假期去广州看他。至于小琪，小文最终还是原谅了他，但两人的友情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，有些伤害即使愈合了，也会留下疤痕。这次台湾相亲之旅，让小文对两岸婚恋市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在台湾，由于经济发展相对平稳，年轻人的压力没有大陆那么大，婚恋观念也更加传统。很多台湾男性确实期望找一个贤惠持家的妻子，而不是事业心很强的女强人。而在大陆，特别是一线城市，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越来越强，对婚姻的期待也不再是简单的嫁得好，而是找到一个尊重自己、能够共同成长的伴侣。这种差异导致了很多误解和冲突。就像小文的经历，她原本以为去台湾能找到高质量的伴侣，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带着大陆标签的特殊商品。不过，正如陈俊杰所说，每个地方都有明白人，重要的不是你来自哪里，而是你遇到了谁。小文最大的收获，不是找到了一段恋情，而是更加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和伴侣。原来我只是帮闺蜜找对象的工具人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，但小文已经不再为此感到愤怒或伤心。她明白，在感情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如今的小文仍然单身，但她不再那么焦虑了。她知道，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台北，遇到对的人比匆匆结婚更重要。毕竟，婚姻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而那个对的人，或许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与他相遇。各位朋友们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呢？你认为两岸的婚恋观念差异有多大？又该如何处理这种差异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一回复哦。对了，如果你们身边也有类似的相亲惨案，欢迎分享给丽姐，让我们一起探讨现代人的情感困境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见。